这次继续和大伙聊聊动漫，这次依然是个温馨的故事。故事中的男主杀光认识的所有人，他最大的愿望却只是想抽一口烟而已。好故事阿正陪你看，这回想和大伙聊个小短片《长期和平》。故事名称中的长期和平是我们男主所搭乘的宇宙飞船的名字。3年前，这艘名为长期和平号的太空船遭遇了一场灾难，它失去了所有动力，成为了在无垠星际中漂泊的孤岛。然而，对于我们男主来说，还有一件事比无家可归更令人绝望，那就是飞船里的香烟卖完了。虽说不抽烟不会死人，但没有烟草日子对他而言简直是一场难以忍受的煎熬。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正是靠这些小小的烟卷才让他从怪物的手中活下来的。没错，这飞船上有怪物，而且那些怪物都曾是普通人。而这就要从3年前飞船遇难的时候说起了。当时这艘飞船刚刚建造完成，正要交付给买家，未曾想在航行过程中却遇到超新星爆发。那耀眼却又致命的光芒不仅摧毁了飞船动力系统，更无情地破坏了船上80名成员的 DNA。 在宇宙射线的侵袭下，这些曾经普通的人类逐渐转变成了相貌可怖的怪物。而一旦转变成怪物之后，内心就会被黑暗吞噬，再无人性可言。那些尚未变异的人不得不和曾经的同伴发生战斗。我们男主正是其中一位幸存者，他原本只是个默默无闻的仓库管理员，可在经历多年的战斗后，他也蜕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战士。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付出了太多。同僚和朋友要么成了怪物的一员，要么成了怪物的食物。原本他还有个心上人，却也死在幸存者之间的粮食争夺战里。在这日复一日的痛苦战斗中，他的心渐渐麻木，唯有手中那散发着淡淡烟雾的香烟能稍稍缓解他内心的无尽痛楚与孤独。所以在看到自动贩卖机里香烟已售完时，他才会那么的失态。没了香烟，他都不知道接下来日子该怎么过。可不管愿或不愿，时间都在一点点往前走。在不知道经过多久的战斗之后，最后的怪物终于被男主干掉了。现在整艘飞船里只有男主一个人还活着，只是活到最后又怎样呢？飞船没了动力，救生舱也在激战中被毁掉，而且这里位置偏僻，连救援信号都发不出去。等其他人撞运气过来，可能等到死都等不到那天。更令人绝望的是，男主自己的身体也出现了变异的迹象，虽然变化缓慢却不可逆，总有一天他将不再是自己。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里，男主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再抽上一口烟。思考良久之后，一个大胆的念头从他脑海中升起，既然香烟已经抽光了，那为何不亲手种呢？怀着这个念头，他来到医务室，启动了基因编辑器。尽管这台机器不能治愈他那无可逆转的基因变异，但他却可以编辑出带有烟草基因的种子。在不懈努力和时间的洗礼下，他的坚持终于开花结果。那粒带有烟草基因的种子于他的手中诞生了。随着时间的无声流逝，这粒种子逐渐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在这个过程中，曾身处杀戮与纷争中的他，第一次感受到培育生命的宁静与愉悦。尽管身体被日渐侵蚀，但他心中的快乐却随着烟草蓬勃生长而逐渐高涨。终于，在自己的意识即将模糊之际，他制造出了能抚慰心灵的香烟。烟雾缭绕之际，他深深吸了一口。这一刻，所有的遗憾都被那股烟草的香气所吸食。然而，在心满意足之后，另一个遗憾却悄然升起。多想把这份得之不易的幸福分享给别人呢，但命运不由人，他身体的变异已达到临界点，意识之火即将遥远熄灭。时光荏苒，200年的岁月转瞬即逝。一艘偶然路过的飞船意外发现这古老的遇难船只，在探险队员的谨慎搜寻下，发现舱内已无生命迹象，只剩下遍地的骸骨在诉说着过往的故事。然而，在这一片死寂中，一台自动贩卖机却异常显眼地摆放在最中央的位置上。贩卖机中一捆手持卷烟孤零零地矗立着，与周围的空烟盒形成鲜明对比。尽管经历时间洗礼，贩卖机上的标牌依然清晰可见，香烟现在有货。这一眼望不穿的执念在临死的瞬间被永恒定格，并穿越了200年的时间重现于世人眼前。故事到这里就迎来了尾声。记得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曾说过，人生最快乐的事莫过于拥有自己的目标并将它完成。从这个角度看，男主的人生虽然短暂，却因为梦想的实现而充满光彩。在这熙攘城市中，许多人都在忙碌与功利中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他们或许积累了丰厚的物质财富和社会声望，却从未洞悉内心深处真正的渴求。他们世界虽然繁华而热闹，但终究缺乏那份深层的意义与价值。只有发掘出生命的真谛所在，我们才能拥抱真正的幸福。也希望你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为你的生命增添一抹亮色。好了，这次的故事就先说到这里吧。但有趣的故事还有很多，阿正下次会给你一一讲述。关注阿正，陪你看更多好故事。